大家好，我是拉拉的欧玛，咱们接着讲故事哈。前两次吧，讲的那个故事话题比较沉重，今天咱们换一轻松的哈，就讲讲我经历过的这个计算机的这个全部的这个发展史吧。我们这一代人吧，应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从这个最原始的计算工具算盘，一直到今天的这个个人电脑，我们全都用过。我们那父辈吧，没赶上这个电脑时代，现在这后辈呢，他们也没用过第一代的电子计算机，是吧？你说我们是不是独一无二的？最早那计算呢是用算盘啊，咱们老祖宗发明的啊。我们小时候都有珠算课，每个人人手一个算盘拿着上学啊，还得背那口诀啊，6上1去5进1，8去2进1什么的。然后呢，小孩还喜欢玩啊，游戏啊，大家比着看谁打得快啊，算盘从1加到100啊，我还记得最后结果是5050。后来呢，就70年代吧，我在工厂学徒的时候，我就学会用那个手摇计算机了，是一种机械式的，一种跟打字机似的那种，上面有一排小窗口，里面有数字，下面都是那个键啊，数字键，然后这边有一摇把儿，你要是做加法和乘法呢，就顺时针摇。做这个减法除法呢，就是逆时针摇，它是有齿轮带动的。最复杂的就是那个开方，你要这个不停的试啊，3、5、7这样不停的来一开，挺复杂的，得算摇好多下呢。70年代中呢，我上大学那会儿吧，还没有这个计算器呢，就是那电子的。还得用这个手摇计算机，当时那个课桌上吧，一个人一台那个手摇计算机，有的同学呢就比较喜欢用那个计算尺，就是拉的一种计算的尺子。我们因为是学的工科嘛，搞那个光学设计，计算量特别大。比如你要计算一个光学镜头啊，它有好多片儿啊。就大量的计算公式，手算吧就太慢了，那个有手摇的计算机也跟不上趟了。后来到了那个高年级的时候呢，我们就去我们学校的有个计算机房，在那儿上机教。当时我们全校只有一间计算机这个机房啊，有2台大型计算机，电子计算机。只给我们这个专业和一个土木建筑的吧，他们那个专业，这个学生可以上那儿去计算去，因为计算量太大嘛。但即使这样呢，我们都得排队去预约机时，那个一次只给半个小时，而且他还不是老开，反正就是特别紧张。如果你要搞个什么项目啊，你要做个设计啊什么的，你真是排不上队，还真挺着急的。那时候那个计算机呢是那种特别大型的啊，主机吧比那大衣柜还高，操作台呢就跟那书桌那么大，属于那个高精尖的设备了啊，是那个机房是带空调的。进门先换这个白大褂拖鞋，特别金贵，觉得不能马虎。当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磁盘呐、光盘呐、U 盘呐这样的东西来储存这个程序和这个数据，所有的那个程序和数据吧，都是记录在那个手指头那么宽的那种黑的纸带上面，这个打的孔。上机运算以前呢，你得先把这个程序用这个2进制的语言吧都编好这个然后呢用那个特殊的那个打孔机穿成孔，通常就是一大盘这么一大盘，那个才是一个
这个计算公式，就像老式那个发报机似的，上面都是小点点小点点啊。而且呢，你得把这个数据全部从10进制换成2进制，换成计算机的语言，对吧？啊，因为这个它这个扫描的时候，它只明白0和1，对吧？光电这个效应嘛，特别麻烦。你想想得多麻烦呢，还得换算，然后你还得打孔。你要不小心打错了一个孔吧，这个将来呢，这可能你这程序就通不过去。然后你得拿那个透明胶带哈，把那小的那个小纸的小球球纸再堵回去。等到那个这准备好了啊，带着这个上机去了啊。到了机房，先把这一大盘这个纸带搁到一个转轴上，一开机呢，这转轴就滋儿就转起来了，然后这个就跟导磁带似的，就把你这纸带呢导到另一个轴上。与此同时，这个程序呢就被这光电管呢给读进去了，然后呢储存在一个这个这么长的一个1尺多长、碗口粗的一个那个大的锡鼓上，这存储器是那样的。一到这上机的时候吧，这人吧就特紧张，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运气怎么样啊，那么大卷的纸带，如果一个孔没打对，你这个程序就通不过去。那时候你急死了因为你的基石本来就有限，还要付钱的是要从你的这个什么设计费里头扣钱的你到通不过去，你还得对着那个灯一段一段的检查你那纸带你在最短的时间得把那个错误给找出来没穿孔地儿呢，你得现打眼儿穿多了呢你还得补，反正呢这个纸带可能就散一地了，然后你再一点一点的给它卷好，通常就是都得急出一身白毛汗来。一般来说呢，这个通程序吧，这个很少有一遍就过的，不折腾几个来回吧，就算便宜你了。不过呢，这个程序一旦通了呢，你可以反复用了就当然那个它得不坏也挺容易坏的，挺容易断的，因为它是纸带做的，你想想程序通了呢，你就可以开始算了就是输数据什么的，修改数据都可以。然后打出来的结果呢，是在一个白色的那种像那个超市原来的那个账单似的那种白条纸上也是一大卷出来，你慢慢回去再看吧。真正这个 PC 机呢，就是个人电脑引进中国是80年代初我们学校呢就引进了第一批那个苹果电脑。这时候吧，大家才知道什么叫电脑不是那个计算机了是搁桌子上的。后来呢，这个我大学毕业以后就是留校了嘛，在这个物理实验室工作。我们那儿呢就开始这个普及电脑知识啦，然后就给我们扫盲其实呢，说扫盲也夸张了点儿，因为我们这帮人吧多少都学过这个计算机理论原理也熟悉几种计算机语言自己编写程序什么的也可以不在话下。不过呢，这个 PC 这苹果咱们还真没玩过真的一点都不懂，得从这个键盘操作，什么冷启动、热启动、DOS 语言开始学。哎呦，我记得一开始真的云山雾罩的，都不知道说的什么，什么是 DOS 呀，特懵懂但是呢，大家呢也都看出来了，这个是新玩意儿，真厉害大家都如饥似渴的学呀，都不敢怠慢。那个时候那个 Windows 呢刚刚问世，还没有普遍使用呢，这个电脑那个界面呢也是没有现在这么直观，都是屏幕上都看的都是代码，
一行一行代码什么的啊，和数字，就那初学者且绕脖子呢。哎，这一旦是开始发展了吧，这电脑就发展的飞快。我们学校很快就照葫芦画瓢，就做出这个第一代的电脑来了啊，单板机。这玩意儿就是真的是一个单板啊，一块电子线路板，连壳都没有，就装在一个公文箱里边，极其简陋。这是80年代末，80年代中吧，然后就功能也特别简单。但是呢，我们学校就在香港那儿有一个办事处，通过香港就还外销这单板机，还着实赚了不少钱。当时啊，给我们学校教职员工发奖金啊，全靠那个。到了这个90年代初哈，这电脑就已经进入各行各业了。那个时候我从国外回北京，我第一次看见有人那个拿电脑打中文。当时是在一个什么写，就是外面那个电脑社吧，我简直就惊呆了。一个小姑娘就在那儿啪啪啪用那个五笔字形输入，哇塞！我说他们怎么能打得那么快呀？我都特别佩服啊！啊，当然后来自己也学会打字了啊，费了好多劲，背那口诀什么的，五笔字形。特费劲，哎，但是直到现在我还习惯用五笔字形打字呢。拼音我觉得不如那快。那时候国内的那个还不怎么兴用 Windows 呢，都用那个金山国产的一个软件儿。但是呢，后来这个微软啊也不傻呀，他也看中这个中国这个市场这么大，然后就把这 Windows 汉化了啊。这个一下就 Word 那个中文版也出来了，这功能又好又全，这个眼看着就把什么中文之星啊、金山呐这些地位给取代了。之后呢，这电脑就开始普及了啊，老百姓也开始认清了，哎呦，这东西太好了，就纷纷得花钱买电脑啊，给孩子买呀，什么这个那啊，从什么286。386、486，就是微软的电脑，对吧？一直到什么奔腾、奔1、奔2、奔3、奔4，就一路升级呀。开始呢，有的人是赶时髦，也不用什么电脑来处理信息，就是看碟呀、打游戏呀，好多时候就是个摆设。直到这个互联网出现以后，电脑就大派用场了。简直就是成了这个人人必备的工具了。离开电脑人就不知道怎么活了。这个转眼呢，这又过了20年了，对吧？这个电脑从一开始那傻大笨粗的那个 monitor 是那种阴极摄像管的那种大猫，后来就变成平板的，后来又变一体机，后来又变成台式的那个，又变成小盒子，对吧？越来越小，然后又单板，这个平板也出来了，什么这个手提电脑太多了啊！最后就发展到智能手机，人手一部，还有什么智能手表，那还都变成触摸屏了。这些什么大数据啊、云存储啊、区块链呐，这新技术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就到了这个人工智能阶段了啊，发展的就是指数级的了，一天一个样。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这速度吧是超乎所有人想象了。对，虽然为我们的这个生活带来便利了，巨大的便利，但是呢，也暗藏着这个不可预知的危机，对吧？无论如何呢，我呢经历了这个从头到尾的这个电脑发展的这个全过程，我呢是非常觉得庆幸，这么丰富的人生体验，是独一无二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回见。